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你能在这一刻点开这个内容，也许不是偶然，也许你刚刚刷完购物平台，也许你刚拆开一个包裹，却没有想象中那样开心，也许你只是忽然意识到房间越来越满，心却越来越重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东西买的越来越多，抽屉却越来越乱，快递一个接一个，拆的时候很兴奋，用的时候却很少。买之前心跳加快，买之后恢复平淡，那种快乐很短暂。我们这一代人很会赚钱，也很会花钱。我们懂得分期付款，懂得优惠叠加，懂得限时抢购，懂得计算满减，却不一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在。古人说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东西越多，选择越多，烦恼也越多。庄子讲过一个境界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那是一种轻盈，不被外物牵着走的状态。今天我们却活在相反的方向，外面一点风吹草动，心就起波澜。手机推送一个折扣，你就心痒；朋友换了新款，你就焦躁；广告里说错过今天就没有，你就害怕。可仔细想想，真正改变人生的，从来不是一件衣服、一双鞋、一款手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消费并不是因为需要，而是因为情绪。累了想奖励自己，难过想补偿自己，孤单想填补空虚，焦虑想证明价值。我们买的不是物品，是一瞬间的心理安慰。可安慰是短暂的，账单却是长久的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诸行无常，所有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都会变化，包括那一刻的冲动。情绪本来就是来来去去的，可我们却常常在情绪最强烈的时候做决定，等冷静下来才发现，自己为一时的起伏付了长期的代价。物少心轻不是一种贫穷，而是一种选择。你可以有能力买很多，却只留下真正需要的。那不是克制到苦，而是清醒到稳。你不是舍不得，而是看得透。有些人会说，赚钱不就是为了花吗？是的，钱本身没有错，问题不在花钱，而在为什么花。若是为了生活品质，为了家人健康，为了体验世界，那是一种滋养。若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，为了不被群体排斥，为了短暂的虚荣，那往往是消耗。很多人跟风消费，不是因为喜欢，是因为怕落后。朋友圈在晒，短视频在推，广告在渲染，好像不拥有就显得不合群。可真正的成熟是敢于慢下来，问自己一句，这真的属于我吗？孔子说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我们若总是从外界找价值，就会被外界牵着走。今天流行这个，明天流行那个，心永远没有安放之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些真正稳重的人，往往物品简单，衣柜干净，空间清爽，日子规律。他们的钱不一定最多，却少有慌张，因为他们不被欲望追着跑。钱稳，人才能自在。钱稳不是赚的最多，而是收支有序，储蓄有底。每个月有一笔不动的积累，心里就有一份底气。那种底气是你拒绝冲动的力量，是你面对变动时的从容。很多焦虑其实来自不确定。若每一笔收入都被花光，每一次快乐都要靠消费刺激，生活就像踩在薄冰上，表面热闹，内里空虚。我见过太多人工资不错，却存款为零，名牌很多，安全感却很少。买的时候兴奋，付款时心虚。那不是享受，是内耗。内耗会一点一点蚕食你的心理，让你看似光鲜，实则疲惫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提升生活，其实是在填补情绪。可情绪不解决，买再多也不够。你填的是空洞，不是需求。古人还说，知足者常乐。知足不是停止进步，
而是不被欲望驱赶。你可以努力，但不焦躁；你可以追求，但不迷失。物少心轻是把空间还给生活。你清理掉不需要的东西，空气都会变得不同。你减少无意义的开销，时间也会变得宽裕。因为你不再为了还债奔波，不再为了攀比疲惫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富足是简洁，真正的轻松是节制，真正的自信是不跟风。自信不是穿在身上，而是沉在心里。有一天你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发现每一样物品都有意义，每一笔支出都心安理得，那种踏实比任何折扣都真实。而这一切并不是要你立刻断舍离，也不是让你变得吝啬，只是邀请你从今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诚实一点。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想买，是因为需要，还是因为心里不舒服？当你愿意看清这一点，很多不必要的花费就会自然减少。不是强迫，是醒悟。情绪消费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在于钱花了多少，而在于它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。心里一有波动，就想通过花钱来缓解。久而久之，大脑就形成一种路径，只要不开心就去买点什么。你会开始给自己找理由，今天太辛苦了，奖励一下自己；最近压力大，买点东西舒缓；心情不好，需要一点仪式感。理由听起来都很合理，可次数多了就成了依赖。心理学里讲，多巴胺带来的并不是持久的快乐，而是期待感。你点击下单的那一刻，心跳加快，是因为脑海里已经在幻想拥有它的画面。那种期待让你兴奋，但真正拿到手，兴奋往往只维持片刻，接着归于平淡。平淡来了，心又空了，于是再找新的目标。这像在沙滩上追浪花，看似热闹，其实什么都抓不住。浪退之后，还是原来的海面。佛家讲贪嗔痴，贪是想拥有更多，嗔是对现状不满，痴是看不清真相。情绪消费往往三者交织。你想通过拥有来证明自己，这是贪；你对生活有不甘，这是嗔；你误以为物质能解决内心问题，这是痴。我们并不是不明白道理，只是太忙，忙到没有时间坐下来和自己对话。广告替我们定义品味，平台替我们安排欲望，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冲动。你停留在哪个页面久一点，下一次就给你推更多类似的东西。你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，其实是在被精准捕捉。真正稳的人会在诱惑面前慢一拍，不是冷漠，也不是排斥，而是先关照。佛经里讲，观心无常，情绪起了，不急着行动，先看着它。你会发现，很多冲动只是短暂的波动。试着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不要在当下决定，给自己1天甚至3天，等情绪过去再看那件物品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本非买不可的东西忽然变得可有可无。这不是压抑，而是成熟。前稳的人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有节奏。他们明白，储蓄不是对今天的亏待，而是对明天的负责。每一笔存下来的钱都是在为未来铺路，那是一种看得见的安心。有些人年轻时觉得存钱太辛苦，总想着以后再说，可时间走得很快，机会却不等人。等到真正想换环境，想创业，想转型时，才发现手里没有筹码。那种无力比当初少买几样东西更难受。物少不只是减少购买，也是减少牵挂。家里堆满东西，你要花时间整理，要花精力维护。每一样物品都在占据你的注意力，看似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其实在消耗你的能量。当空间变得清爽，你的思绪也会清爽。你走进房间，心是松的；你打开衣柜，不需要纠结太久。生活变得简单，决策变得轻快。有一句话说，人生不是拥有多少，
而是放下多少。放下不必要的比较，放下无谓的攀比，放下别人对你的期待。你不再因为别人更新设备而焦虑，也不再因为潮流变化而紧张。当你不为无聊的情绪买单，钱会慢慢稳下来。稳下来之后，你看世界的眼神都会改变。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因为底气来自积累，而不是展示。孔子讲，过犹不及，凡事有度才是智慧。消费也是如此，不是极端节俭，也不是纵容挥霍，而是在理性与欲望之间找到平衡。该花的花的心安，不该花的拒绝的坦然。当你不跟风，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爆款不过是短暂的热闹，今天被追捧，明天就打折。真正值得留下的，往往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却耐看耐用。慢慢的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力量。别人忙着更新，你在更新自己；别人忙着展示，你在积累实力；别人被外界牵着走，你有自己的节奏。节奏一旦稳住，内心就不容易乱。你不再为了一个现实活动失眠，不再为了一个新品发布焦躁。你开始把精力放在更长远的目标上。真正决定人生质量的，不是你拥有多少物品，而是你是否掌控自己的选择。选择不冲动，选择不透支，选择为未来负责。物质本身没有善恶，它只是工具。问题从来不在东西，而在我们赋予它的意义。当一件物品开始代表身份，代表地位，代表别人眼中的评价，它就不再只是物品，而成了一种标签。我们不知不觉把自我价值绑在价格上，穿什么，开什么，用什么，仿佛在替自己说话。可那真的是你的在说话吗？还是品牌在替你发声？老子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真正清醒的人，不急着被看见，而是先看清自己。你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就不会轻易被市场带走。别人追的，不一定适合你；别人炫耀的，不一定值得你羡慕。很多消费其实是对孤独的反应。回到家空荡荡，于是想用物品填满空间。周末没有安排，于是用逛街填补时间。情绪低落时，用购物证明自己还拥有掌控感。可孤独如果不直面，它不会消失；空虚如果不理解，它不会填满。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和自己待在一起。你开始习惯一个人散步，一个人喝茶，一个人读书。你发现安静并不可怕，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也能听见内心的声音。当内心逐渐充实，外在的诱惑自然减弱。你不会因为一个新品上市就心跳加速，也不会因为别人拥有就感到匮乏。你开始区分需要与欲望。前稳是欲望被管理，而不是被压抑。管理意味着你有计划，收入分配清楚，支出有边界，储蓄有目标。你知道什么是生活必须，什么是可有可无。有些人收入不高，却日子安稳，因为他们花得明白；也有些人收入翻倍，却焦虑倍增，因为欲望膨胀得更快。差别不在钱的多少，而在心的尺度。节制不是苦行，它是为更大的自由让路。你少花在冲动上，就多留一份选择权。你可以选择不喜欢的工作不再忍受，可以选择一个新的城市开始，也可以选择为学习投入时间和金钱。这些选择都需要底气，底气来自积累，而不是炫耀。佛家讲因果，今天的消费习惯是明天生活的伏笔。若习惯透支未来，未来就会沉重；若习惯储蓄和规划，未来就会宽广。种下什么因，就会结出什么果。有些人总觉得快乐不够，于是不断增加数量。可快乐不是堆积出来的，而是体验出来的。与其拥有10件不合心意的物品，不如留下1件真正适合的。与其每天为小额冲动后悔，不如为长远目标努力。当你真正理解物少心轻，你会明白，轻不是空，轻是轻。
清晰的价值观，清楚的界限，清静的空间。你知道自己为何努力，也知道什么值得坚持。你开始懂得拒绝，拒绝不必要的聚会，拒绝为了面子买单，拒绝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改变方向。每一次拒绝都是在为自己守住时间和精力。时间是最珍贵的资源，你若用来纠结和攀比，就会消耗；你若用来成长和陪伴，就会积累。物品占空间，情绪占心力。清理外在是为了腾出内在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稳重。别人焦急，你沉着；别人喧哗，你安静。不是你没有欲望，而是欲望不再主导你。有一天，你站在房间中央，看着干净的环境，看着清晰的账目，看着慢慢增长的储蓄，你会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踏实。那种踏实不需要展示给任何人，它只属于你。世界依然喧闹，潮流依然更替，可你的步伐不再被牵动，你开始真正拥有自己的节奏。现实不会因为你懂得节制就忽然变得安静。广告依旧铺天盖地，社交媒体依旧展示光鲜，身边的人依旧在讨论升级与更替。你不可能隔绝世界，你只能稳住自己。真正的修行不在远离人群，而是在日常生活里做选择。每一次想冲动下单的瞬间，每一次因为比较而心动的时刻，都是对自己的考验。你如何回应，就决定你会走向哪种人生。当情绪上来时，不急着行动，给自己一点空间，去走一段路，去喝一杯温水，去写几行字。情绪像浪潮，来时汹涌，退时无声。若你总在浪头上做决定，生活就会摇晃。慢慢练习，你会拥有一种能力：情绪存在，但不主导；欲望浮现，但不控制。钱不再是证明自己的工具，而是服务生活的资源。你开始懂得分辨什么是短暂的刺激，什么是长久的安心。钱稳，人自在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状态。当你连续几个月都有储蓄，当你知道即使收入有波动也能应对，心里的紧绷会松开。你说话更平和，做事更从容，因为你不再被现实追赶。物少，让空间清爽；钱稳，让未来清晰；人自在，让当下安然。三者相互成就。空间干净，心就清明。心清明，决策就理性。决策理性，金钱就稳固。你或许会问，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太平淡？可真正的平淡是深水流，它没有喧闹的浪花，却有绵长的力量。你把精力从炫耀与比较中抽离，投入到健康、能力、关系上。那些看不见的积累，才是人生的根基。古人讲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修身在前，若连自己的情绪都管理不好，连自己的欲望都无法节制，再多的机会也难以把握。外在的秩序始于内在的秩序。当你不为无聊情绪花钱，你其实在为自己的成熟买单。你开始学习表达，而不是购物；开始学习面对，而不是逃避。你会去理解焦虑的来源，而不是用消费压住它。你会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更多账单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变了。过去容易被刺激，现在懂得冷静；过去害怕落后，现在懂得选择；过去追求热闹，现在珍惜安静。世界依旧喧哗，但你内心有定力。别人炫耀时，你能欣赏却不羡慕；别人更替时，你能祝福却不焦躁。因为你知道，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，快未必好，慢未必差。有一句话说，真正的自由是对自己负责，负责自己的情绪，负责自己的金钱，负责自己的未来。你若能做到这一点，物质再多再少都不会成为负担。当有一天你回头看，会发现最珍贵的不是买过多少，而是拒绝过多少。拒绝冲动，
拒绝盲从，拒绝为了面子消耗自己。那些拒绝让你保住了积累，也保住了清醒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物可以少，志不可短。钱可以慢慢来，心一定要稳。当你守住清醒，守住节奏，守住边界，世界在喧哗，你也能安然站立。你不需要用消费证明价值，你本身就有价值。你不需要用拥有填补空虚，你本来就完整。愿你物少心轻，钱稳人自在，不为情绪买单，不为无聊跟风，把日子过得干净，把未来握在手里，让每一笔支出都清楚，让每一个决定都从容。当外界再度喧闹时，愿你心中有一盏灯，灯不耀眼，却长明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